大家好，又到了一步一步跟我一起学习虚幻五教程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瀑布和这个水 ，OK， 然后呢都已经有波涛粼粼的这个波纹了啊。然后我现在呢，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些资产是从哪里来的。像这些树和这些草呢，就从虚幻的啊，我先打开这个内容浏览器啊，就从虚幻的这个哎 OK， 虚幻它本身自己的资产库这里来的，这里已经有了资产和这个 plants， 这些树啊、草啊都是从它 3D plants 来的。OK， 然后呢，这个13是从 3D assets 找 nature 啊自然的，然后呢，一些13呢，还有这个13啊，就是瀑布垂下来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这块的石头来做的。OK， 然后呢，你就把它给选了，然后呢，存盘。就是把它下载啊，然后呢，在家就可以在虚幻五里面。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荷花啊，这个荷花呢是在啊这个 Epic Games 这里下载的 ，OK， 是免费的，7月份免费的一个资产，大家只要add to project 下载了以后 add to project， 然后呢找到你这个的文件名 ，OK， 这个我给的文件名叫 Water， 然后呢。点击以后 Add to Project 就可以进来就可以用了 ，OK 就可以把它导进去。我们现在呢就不用加啊，因为我已经有了。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只说这一个教程呢，主要是说这个瀑布是怎么做成的，是最简单的瀑布。因为我在网上看呢，好多瀑布都做得非常的复杂啊，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给大家学习玩一下啊。好，我们先把它给退出去，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虚幻五的。正式版的文件啊，在打开这个虚幻五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想知道之前我的主页里面有哪些虚幻五的教程，大家可以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然后点击合集和列表54，这里呢就有前面都是一些基础教程合集文件夹啊，像这个有侯庙的，就是虚幻五的，这是网上最红的。也就是 B 站最红的一个虚幻的基础教程啊，但它原来是实验版的，我已经在学习中已经把它改成了正式版的教程，因为是不同的。然后呢，不同在一些工具的位置，还有快捷键啊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呢是虚幻五和 Blender 的不同之处啊，这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些我做的作业啊，还有一些小教程啊，还有一个我学虚幻的笔记都在这里 ，OK， 然后大家都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寻找。我们现在打开了这个文件，然后呢，我们进入 Games Blank， 然后呢 Start Content 要勾选，因为呢可以有鸟叫声。然后这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可以起个名字 Waterfall 啊，然后如果它以前没有重名的话，它这里是不会这个冒出红色的字的。如果重名了，它会冒红色的字，你就在这改一下就 OK 了，好吧？然后呢，我们就现在添加 create， 就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重新进一个虚幻五的正式版文件啊。然后呢，对于环境这个周围的环境那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做这个瀑布啊。上一次我已经做了一个瀑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态吧。上一次做的呢，等一下啊，上一次做的呢是一个粒子的瀑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态啊，是用粒子做的啊，就是叫做Niagara System 做的 ，OK。我看看在哪啊 ？OK， 这个呢是用 Niagara System 做的，而且不但做了瀑布，还做了下雨啊。OK，可以看啊，这是用 Niagara System 做的啊。然后呢，旁边还有下雨。OK，然后呢，今天做的这个呢是用材质节点来做的，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动态。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瀑布了啊。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进入 New Level， 然后呢进入 Open World Create。OK，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先导入一个大石头啊，然后呢是3D 资产，好 Nature， 把这擦掉。OK， 我们把这个大石头啊，随便找一个大石头，就是这颗啊，刚才说过的。然后呢，我们下载，按了下载，等到它这个正方形变成这个形状，然后你就可以添加啊。如果你已经下载了的，就是这个形状；如果你还没下载，是一个正方形啊，会变成，然后再会变成这种下载的形状哈。跟着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给导进来，导进来以后呢，给它旋转一下，这石头呢就面对着你了，对吧？然后那个水呢，那里呢，其实是我用一个 plane。好，水那里呢，我其实是用一个shapes， 然后一个 plane， 然后这个 plane 呢在这儿啊，我们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到这个地板这里啊，然后呢伸缩工具把它放大，伸缩工具把它放大，或者你把这个锁上啊，然后呢在这甩给它一个50那么大的一个环境 ，OK， 好，50那么大的一个 plane 啊。OK， 然后呢，如果然后呢，50有点小，100或者200吧。OK， 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给隐藏，把这个 plane 给隐藏啊。我们可以给它改个名字，鼠标右键 Edit， 然后呢，在这选 Rename， 然后改个名字叫 Lake。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ake 呢，现在还不像啊，一会儿呢是这样子的，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先把 Lake 隐藏，然后呢，在这 Landscape Landscape， 或者是说你先选吧，要先选择才能修这个 Landscape。OK， 好，我们先把 Landscape 都选上，然后呢，在 Landscape， 然后呢这里呢就有个笔刷，你就可以左手序键，右手鼠标左键啊，我再可以把这个尺寸放大一点，左手序键，右手鼠标左键，就把它给压下来啊，因为这里是个湖嘛，就我们就刻意的把这里变成一个凹的下去的地方，然后 select， 然后呢再把这个 lake 啊，刚才不是改了 lake 嘛，其实是，然后呢再把它给如果觉得不够这个 lake 不够大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1000，然后呢把这个 plane 其实是放大了。 OK， 我们再看这个plane 会跑哪去了。好，如果不行的话啊，你可以我还隐藏了呢，把眼睛打开啊，别忘了把眼睛打开，然后呢把它拿上来啊。OK， 这个 lake 就这样了啊。然后呢，这个湖水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先这样子，大家在网上 Google 搜索在 Google 搜索一个，这个是水声，然后呢，我们 Google 搜索什么呢？搜索那个 water 的 texture，water 是水 ，texture 是纹理。然后呢，在 images 这里呢，你就能找到这一张这一张，其实哪一张都可以啊。然后呢，点击它，鼠标右键，然后下载这个相片下载这个相片以后呢，你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当然你也可以指定路径，然后有这个文件 OK，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水的这个文件我们先打开虚幻，然后呢，在这里在这里内容浏览器这里呢，你就可以鼠标右键建一个新的文件夹，起名 LAKE 或者 waterfall WATERFALL OK， 起一个这样的名字，然后呢，把刚才的那个这个文件这不是在下载文件夹吗？对吧？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虚幻，也打开这个文件，然后把它给拖进来 OK， 这文件就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双击它当然双击它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要把它变成材质球，所以呢，鼠标右键 Create Material， 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我们可以改个名字
rename，然后 waterfall waterfall，OK，好，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 landscape 变成这个绿色先，好看一点啊。好，我们现在呢还是选这个 landscape， 把这 landscape 都选了啊。然后呢，在这landscape 这里，你可以就是刚才其实应该就是直接就把这个 landscape 把它的这个材质给搞进去啊。我们刚才没有搞，对吧？我们刚才没有搞，如果你刚才搞了的话，那我们就加一个 mouse 啊。我刚才漏了搞啊，你就直接在这 quit 就行了 ，OK， 把它 quit 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就变成 landscape 2了，所以呢那个水这个 plane 就不见了，对吧？你可以重新再把它这样压下去，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plane 又出来了，对吧？刚才应该就是先有那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slide 这里，然后再把这个 plane 这个 lake 啊再拉高一点，让它的这个好，这就再拉高一点啊。好，不要1000了，500可能就够了。OK， 好，现在呢这个湖面就来了啊。然后呢，这里水的这个 waterfall 的这个材质呢，我们双击进去，因为呢我们想让它透明的，所以呢 OK 啊，而且想让它动态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点选这个 waterfall 这里以后 blend mode 这里呢我们要半透明，然后呢shading mode 呢我们也要 unlit， 然后呢这个 to side 就不用了啊。好，跟着呢我们再把它这样连上 base color 啊，本来就连上了，对吧？本来就连上了。然后呢，我们在这儿为了让这个水有流动的，所以呢，我们鼠标右键 APANNER panel OK， 然后连上这个 UVS， 好，连上这个 UVS， 然后呢，这里这个值啊，我们改到是-0.5，让它的这有流动的 OK。这个呢，这里呢我不是用unlit啊，我手太快了，应该用 default lit，OK， 这个shading mode 应该用 default lit，OK，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见这个水往下走了，对吧？因为我在 panel 这里变成了-0.5，是不是？好，跟着呢，我们这里不有这个不透明度，这里还有一个环境光遮阴，这里还有个折射，对吧？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数值来直接控制就行了。所以呢，是大键盘数字，左手数字1键，右手鼠标左键把它连上，这连上不透明度。这个不透明度呢，就是数字1加左键啊，然后呢，这个呢，给它一个0.5的值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再数字1一个，再数字1一个 ，OK。然后这个呢是连它的这个环境光遮阴，它的这个值呢，我们要的是5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啊。另外一个呢，把这个连上它的 refraction， 也就是说折射啊。而折射的这个值呢，我们还是给它1就行了 ，OK。好，然后呢，我们存盘 save。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waterfall 的这个材质球等一下啊，这个材质球可以，我们再添加多一个立方体 cube，OK， 当然大家可以看见在这儿，对吧？离得远远的，其实我们不用添的那么远，它这个好像没有 Blender 控制的好，不是说我想加到哪就加到哪啊。好，然后呢，这个立方体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给它就不要上锁了啊，因为呢长宽高都不是同样的等同变化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这个变成10，看看怎么样。立方体，这个是立方体啊。好，然后呢这个呢高度，这个是粗度啊，比较粗，也给它一个10吧。10有点多了啊，有点3吧，看看。好，这个是，然后呢到高度有多高啊？大概这个也是给它60啊，太长了，40 OK。
还是太长了，25。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呢，移到这个石头旁边OK， 移到石头旁边，稍微旋转一下，倾斜一点，不要倾斜太多然后呢，再往石头里面走，OK， 差不多就行。然后呢，跟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正方向摆正，然后把这个水 waterfall 的这个球挪到这里，OK， 这样的话，这个瀑布的水呢，就基本上出来了，对吧？这水呢，然后还有这里呢，我还想它这里因为水还要汲取一点，然后我们再添加的多一个，就是这里这里还要有一点水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再添加多一个，做一个最简单版的 silent，OK， silent， 然后呢 silent 呢也是这个尺寸长宽高尺寸就不用锁上了因为呢我们想让它就是矮一点这是，然后呢用移动工具它又跑到远远的地方了移动工具把它移到这个水底下去，OK。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把它的这个这里给它变成10或者20，看看够不够。好，然后呢，这个呢也把它变成20。好，这个20呢有点多了，这里呢用10，不行，10好像还是不够，15，这个宽然后呢到这里20呢不够20是那边有点多是吧？变成15吧也是 ，OK， 然后呢这个高呢就变成3吧 ，OK， 好，大概就移到这个水的这个位置，给它变成这个水的激起的这个一点点水浪水的高度这个是打宽15有点多了，10有点少，12吧。OK，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waterfall， 好，这个材质球duplicate 一个，就变成这 waterfall 1，其实呢就是这里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材质球拉上去，好，拉上去以后呢，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水是往这边，就是下面汲取的一些水柱吧 ，OK， 然后呢就轮到这下面的湖了。湖这里呢，其实你可以用这个虚幻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资产，但是呢，虚幻资产跟这个看起来又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 Ctrl 又可以 duplicate 可以多一个它，duplicate 可以多一个它这个呢是 lake 的，我们取个名字 MLAKE，OK。好 ，MLAKE， 然后直接把它拖到这里来。大家可以看这个水的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透了，而且呢这个动态有点太厉害了我们呢跟着我们还是双击它进入，这个不透明度呢要稍微降低一点，看看怎么样。这就太透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变成1呢，变大一点，看看怎么样。然后调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变少一点，然后在这看在这看不透明度，然后呢，你直接可以在这调但是呢，因为它太透明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吧，我们可以不这样调，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湖水半透明就行了。OK， 我们把它的这个不要改成半透明 ，OK， 用回原来那个 upper， 可以用回原来这个 upper， OK，
然后这个不透明度呢就没有了啊。好，现在呢我就不重新设置这个了啊，然后给大家看那边的设置 ，OK， 重新看我这个原来的这个工程文件。好，原来看的这个工程文件就这个 ，OK，water， 然后 open。我为什么做3个材质呢？因为说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就可以分别来调啊。好，现在呢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OK， 好，我们就回到这个 waterfall 的 OK， 回到这里来看看它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啊。waterfall 这个文件夹里面这第3个啊就是 lake 的这个设置，我们进去可以看一下，双击进去啊。而这个呢我其实是还是给它设置了不透明度啊 translucent， 而这里呢都一样的，只不过说这个 panel 呢我改了啊，原来是负 0.5 的对吧，我改成 0.5， 因为这个水的走向是不同的对吧。然后呢这些呢我都没改，这些都一模一样的，就除了 panel 这里 OK， 水的走向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给改一下 rename， 改成 lake Lake， 这样的话呢就会搞清楚了啊，搞清楚这个是湖，那个是水。好，这是有点水的水汽啊，就是这个 silent 做的这个。然后呢第一个 water 这个 lake 在前面啊，而这个 water texture 呢第一个就是给这个瀑布的啊，我们可以给它改个名字，或者不改也行。这个呢是 waterfall 的啊，这个呢是这个 silent 这里的，好吧。好，到 silent 的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也没改什么啊，然后呢我只是说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只是说把原来这个是负 0.5 改到了 0.05 panel 这个啊，改到 0.05， 在 x 这里，原来是在 y 的速度的，因为呢这个水的走向不同，所以呢我改成了这个样子啊，这个值 OK。 这个 lake 呢是我左手 S 键，右手鼠标左键一起按，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然后把它改成 lake， 然后就能在这改个什么值了 OK。 然后呢这个 lake 的值呢 default value 我给了 2.05 啊，当然每个电脑的设置不一定一样啊。然后呢这就是第二个，就是apply 吧。然后呢就是这个 silent OK， 这个 silent 的位置的设置啊，这材质设置。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湖水这个 waterfall 瀑布的设置，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负 0.5 的 speed y 的这里 OK。 好，然后呢这所有的东西呢我们就搞完了啊，还是一个挺壮观的一个瀑布的景观啊。好，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分享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别忘了存盘啊。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拜拜。